大家好，我是 Jazz，目前在虚拟货币交易所上班，也一直持续关注着币圈和 Web 3.0的动向。今天是想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一个超火的 GameFi 项目 Stepen，火到都出圈了，连平常不太接触虚拟货币的人可能都已经知道，并且疯狂的讨论着这个项目。连我在纽约的朋友都打给我说：“Hey Jazz，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tepen? Should I give it a shot?” 而他正是完完全全没有接触过币圈的小白。Stepen 到底有什么魔力？它是所谓的庞氏骗局吗？之后又会如何发展呢？今天这部影片不会涉及到 Stepen 的基本玩法和教学。关于这些内容，网络上有很多其他 YouTuber 有做很多的教学或是文章可以参考了。这部影片主要会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为什么不管 Stepen 目前不管多火、多强、多猛，我会仍然认为它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庞氏，但并不是骗局。第二部分会讲到，就是请不要以太过敌意的眼光去看待庞氏，庞氏它不一定不好。第三部分是关于 Stepen 他如何，我认为他如何去破局，去破庞氏这个格局。而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关于 Stepen 的未来展望。首先要来看的就是它目前相当可怕的年化收益率，高达960%跟1483%。这收益率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栏位非常多，但是比较重要其实就是搭配跟数量的部分。简单来说，你鞋子拥有的数量越多，搭配的鞋子越高级，你可以产生出来的 GST 就是游戏中的游戏代币就越多，也就是说收益就会越多。但是相对来说，你鞋子数量越高，等级越高，你的成本也就越高。然后综合以上，我们来看，目前最快的回收天数的话是一双灰鞋。第一列的部分，一双灰鞋，它的回收天数只要24.6天，这根据的资料是5月2号的资料。而最慢的回收天数的话是15双灰鞋，15双灰鞋回收的天数会到37.5天，大概1个多月。然后这个年化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你拿365天除以37.5，再乘以100，就是960；365除以24.6，再乘以100，就是1483。不管怎么看，这都是相当的惊人的。而你投资的金额最低只需要一双灰鞋的大约$982，最高的话是一律14灰，是$16,964。你投入这些钱，你就可以得到年化960到1483的收益。问题来了，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收益呢？收益到底是从哪边来的？你买了鞋去走路，你给这项目创造了价值，或者是带来了很高的价值吗？其实也并没有。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新玩家的钱去支付老玩家。如此不合理的收益，这就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庞氏的典型的特征。我认为只有极高的收益才有可能去覆盖这如此高的风险。也就是说，大家在去投入一笔钱到这个项目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大家其实内心都已经做好这个游戏很快就会结束，或者是可能你投入的成本会打水漂的风险，所以大家才会去用这个表格去计算出到底多长时间可以把本金回收回来。忘了补充一点，以上这些内容都是我私人的分析和见解，并不构成投资建议。各位如果要投资，还是需要谨慎、仔细的思考再做决定。以上这个表格所展示的年化收益，仅仅只是单纯的 move to earn， 就是你买鞋什么都不做，你就去走路，然后走路之后你把每天的收益拿去换钱，这个的收益，并不包含一些额外的收益，例如比如说提宝箱。你如果有1绿2灰3双鞋以上，你就有可能在走路的过程中会提出宝箱。提出宝箱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宝石或是额外的 GST， 让你得到额外的收益。
甚至假设你就算只有3灰，你也有可能4点能量，你也有可能会提出宝箱，但需要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然后并且必须要有一定的幸运值以上，就是第3个属性 lucky 以上。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以后我可以单独做一期影片跟大家分享。另外，你命血，你去升血，有可能带来额外的收益。像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像 Stepen 自愿2条链，一个叫 Solana，一个叫币安链 BNB。BNB 上面的血基本上大家根据我的分析，大家买来都是只命不跑的，因为它的血价是 Solana 大概5到6倍以上，但收益你仅仅只是 GST 仅仅只有1点多倍，所以大家都是疯狂的命，疯狂的卖。大概平均就是年化会比这个表的高上非常多，大家可能1周就回本了。不过伴随而来当然是极高的风险。所以如果搭配以上这些手法，或者是官方办的一些活动，最近有那个就是命血会生出双胞胎，就是2双血的几率会变高的这些活动的话，或者是比如说命血最近官方还有另外活动是会原本只收 GST， 现在你可以用 GST 加 GMT 去命，它间接让你的命血成本降低了。也就是说，你可以获得的利润，就是除了 Move to Earn 以外，会有很多额外的管道可以去获取额外的收益。而这些各种管道的额外收益，都将会让这个年化变得更为的惊人。接下来这张图是链上的资料。区块链项目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储存在区块链上面，不可逆、不可修改。我们可以获得最真实的资讯。跟传统一些企业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传统企业可能财报甚至有灌水或者造假可能，而区块链的项目就链上的数据会一目了然。以下这张图表是用动这个网站去看的。这网站它还蛮厉害，就是它这个网站有非常多的节点，它有去收集很多链上的数据，然后并且提供了一个工具。类似让我们可以用 SQL 的方式自己去看，自己去组合出自己想要看的数据。动的连接我会放在资讯栏。然后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虽然说 Stepen 目前可能仍然暂时是一个庞氏的模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链上的数据来看到 Stepen 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首先我们看左边的第一个图。第一个图是总共的累积用户数以及每月新增的用户数。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陡峭并且斜率逐渐增大的曲线。这条浅蓝色的曲线是累积用户数，而深蓝色的柱状则是每天的新用户数。这成长的幅度，哪怕是套用到现今的网络巨头 Facebook、Google、Twitter 当初创业的时空背景，那也是非常恐怖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2022年5月2号当天的数据。当天的日新增用户数是17419，而这个游戏总累积用户数达到了299613。而右边的图是新血，新血的铸造数总共只有5月2号当天总共只有13262，而总血数是20万885双。左边代表了就是用户整体的需求量，而右边则是鞋子的供应量。我们从这样数据可以大概总结出来，就是说目前的整体的状态就是每个人可能连1双鞋都不到，大概就0点多双鞋。而我们就知道说每个用户进来参加这个游戏要获得利润，至少需要1双鞋。所以目前的结论就是整体是非常的供不应求。接下来这张图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张，可以刚好验证一下刚刚的论点。像那个浅蓝色的这个柱状就是累积的用户数，而深蓝色的柱状是累积的血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浅蓝色的柱状，它明显就是每天平均都是高于深蓝色的，所以代表是说，而且这 gap 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 gap 是持续的每天在不停的加大。然后这个红色这个曲线代表是每个人他可以拥有的血数。中间有一度有涨比较高，但是后来大概平均就是每个人都还是1双都不到，大概0.6几双。然后右边这张图我们来看一下，就 USDC 在这个游戏上面的表现。
深蓝色是代表入金，然后浅蓝色代表出金，就是玩家把 USDC 这个锚定美金的手拿的稳定币，就是入到这个游戏跟从这个游戏提走的金额的差异。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持续每天稳定的就是入金大于出金的。接下来这张图是监控 GST 和 GMT 的每日出入金量。GST 是游戏币，玩家是通过就是单纯的走路或跑步来获取，而 GMT 是游戏的治理代币，一般来说玩家是通过交易所来购买。绿色代表入金的数量，而红色代表出金的数量。我们可以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绿色持续都是比红色还要多一些的。然后至于浅色这个色块，就是总共的 GST 和 GMT 的量。我们可以综合以上来发现，就是 STEPN 的资金池实际上是每日在不停的做大的，这就说明有更多的钱、更多的价值持续的凝聚在这个项目里面。当我们如果发现一个池子资金池如果持续在减少的话，可能大家就要去注意了，可能正是所谓的死亡螺旋正在发生。通过以上这些图，我们可以看出来，目前虽然还是庞氏的格局，但整体资金池是比较健康的。这个最主要就是归功于非常高速的用户成长。然后另外我们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就是黄色线跟蓝色的这个线，黄色线和蓝色线代表就是单笔1万美金以上的卖出或买入 GST 和 GMT 的量，就是代表说可能就是所谓的巨鲸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巨鲸的行为占比是比较低的，说明就是用户的行为是比较分散的，没有巨鲸可以轻易的操控这个整个的价格。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游戏里面游戏者和投资者的分别。游戏者他主要是体验这个游戏，他从升级也好、铸造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例如镶宝石，各种的玩法去体验这个游戏里面的元素。他会源源不绝的将更多的钱投入到这个游戏，而主要不是去指望这游戏给他带来巨额的报酬。然后另外一种玩家就是所谓的单纯的投资或投机者。这个游戏如果全部都是投资玩家的话，每个人都期待带来960到1483的收益的时候，如果这游戏不能够远远的带来新的用户、新的资金的话，这个游戏就会爆掉。这个就是庞氏它根本上的宿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表，它把游戏的玩家分成了3类，蛮有趣的。横轴代表就是投入了手拿的资金的量，然后从低到高，然后纵轴代表是人数。我们来看一下最高峰的这一块，主要大概就投入大概1100美元的资金，人数非常多，大概有19249，所以就说明了就是主要这个游戏目前的玩家还是属于投入比较少量的资金的。另外中间这还有一个小的波幅，这些人被游戏定义为就是比较高级的用户，他们投入的资金大概是2500美元左右。然后最后面的高峰就是后面的长尾的这些玩家，还有最后的巨鲸，这比例是比较小的。接下来这张图更能够看出3种用户的比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50个 Solana 以上的巨鲸用户大概只占了全体游戏的10%左右，然后1双绿鞋或者3双会鞋的高级用户大概占了20%几，然后其余的全是一般用户。接下来这张图展示的资讯更为有趣。这张图实际上是在分析这3类用户他们出金和入金的差异。最左边的是超级用户，最右边的是普通用户，中间的是高级用户。而橘色的柱体是出金，紫色是入金。我们可以看到，对普通用户来说，他们出金就是从游戏里面提走的钱是远远大于他们往游戏里面投入的钱。然后我们再看看左边的高级用户和巨鲸用户，他们投入的金额是远远大于他们提出的金额，所以实际上他们是他们在补贴这些最右边的普通用户。如果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高级用户和巨鲸用户，如果真的是这个游戏里面的消费方，他们是真的为了玩游戏而参加这个游戏，而普通用户是游戏里面的投机方和投资方，他们想去从这个游戏里面单纯的去赚钱。
而高级用户、巨金用户和普通用户可以不停的达成消费和赚钱这样一个平衡的话，那么这整个庞氏模型的确可能可以继续的持续下去。但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巨金用户和高级用户真的会一直是消费方，而普通用户这一直都持续的是投资方吗？其实不见得，我认为不见得。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高级用户和巨金用户他们只是认为他们的回报周期可以较长，他们不像一般用户一样不停的将收益提出去，赚了代币就走。他们回报周期只是尚未来到，所以暂时的成为了普通用户的补贴方。但未来的风险就是，当巨金用户和高级用户也认为该到了他们的回报周期的时候，而大量去离开这个游戏，而到了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新玩家去接这个盘的话，那这个整个庞氏的格局将会崩溃。接着第二部分，我要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庞氏它不一定不好。现在庞氏其实是很多 Web 3.0它项目早期的普遍的现象，作为一种营销和刺激的手段，以快速的获取庞大的用户群。现在非常多的 DeFi 项目，像比如说一些流动性挖矿，动不动都30%、50%的年化收益率，还有像很火的另外一个项目叫做 Anchor Protocol， 它等于是存一个 UST 到那个池子里面，你可以获得年化收益率是20%。之前还是稳定的，现在改成浮动，但是也是趋近于20%。你可以想象吧，你把美金活存哦，是活存不是定存，活存在银行里面，然后它给你带来年化20%的报酬。这个商业模式其实基本上正常来说是不成立的。那为什么它存在呢？它其实就是项目方就是透过新户来大量的补贴老用户，然后以便在未来的时候，项目方期望可以在新户上面达到更大的收益。然后也不要太过敌意的认为说庞氏它一定是骗局，它一定会结束，它其实可能只是阶段性的产物。过了这个阶段之后，重点是说项目方要如何去破局，拿到了大的用户之后，如何去破局，然后以达成更长远的发展。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三部分来谈谈，我认为 STEPN 该如何破局。首先有几点，我认为收益必定回归合理，这样才有办法长久的持续。然后客户的心智必须要做一个转化。再来是单一项目它平台化。首先我们要知道，在玩这些 GameFi 项目的玩家，大部分其实并不是真正玩游戏的玩家，他们为的都是短暂的投资和投机。大部分的人都盯着如此高的收益，尤其是超过他们本身投资的收益的时候，它的额外收益如何来呢？只能来自于其他人所投入的资金。一直长久以来这样下去，这个庞氏格局就一直会无法去打破。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的心智转化为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愿意有一部分的消费换得的不再是投机的回报，而是比如说是像 STEPN 所倡导的健身的回报、游戏本身的回报，还有这个游戏未来所设想的社交回报的时候，他们心中对这个游戏高回报的负担还有预期就会降低了，这样就会比较有可能可以持续。再有一点，我认为就是可持续经济模型的建立。我相信 STEPN 创始人对于这个事情他非常的在行，也不停的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最近 STEPN 和 Essex 去联名发布了一款 NFT 鞋，大家去买这个鞋的时候，可以在 STEPN 里面一样去走路，并且拥有还不错的外形。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如果 Nike、艾迪达或者其他一些运动品牌都有可能去跟 STEPN 合作下去，就 STEPN 它第一次拥有来自于外部的收入。像庞氏模型，它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模型，它老玩家赚的钱几乎都来自于新玩家，里面没有额外的外部收入。但是如果联名其他一些企业一起做行销这件事情可行的话，以 STEPN 现在巨大的影响力和流量，它可能它如果和现实中那些任何 Web 2.0公司去结合一起做行销的话，我觉得它就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产生了一些不是这个资金盘里面的额外外部收入，并且有可能去从单一的项目变成了去做一个平台化的演变。只有平台化才有可能是可以持续的，才有可能可以获得长期的收入。像无聊猿，还有或是甚至像那个史币，最近都可能要往品牌化去做一个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 STEPN 的未来展望。目前 STEPN 每天都仍然在持续超快速的更新中，每天的状况可能都不一样，但目前我觉得都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去演变的。虽然会不停的更新，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方向是应该是不太会变的。第一个就是收益会大幅的下降，目前的年化收益率是过高的，等到稳定的时候，我觉得年化可能会落在100%上下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有几个，所以如果之后要入场的玩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关于 GST 的币价如果太高，我觉得项目方他必然会去做打压。像之前 GST 它涨到了，甚至涨到了8点多，一度逼近9、8.5、8.6，然后项目方马上做了一系列的行为，去把 GST 的币价给打压下来。然后 GMT 的上涨，我觉得可能是会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后因为项目方它的利益主要是在 GMT 是有一个发行上限的，大概61颗，而 GST 它是游戏代币，它是无限量产生的。然后第三点，然后还有，刚忘了补充一点，就是当血价如果过高的时候，也要注意入场的时机。然后第三点是，这个大概我觉得目前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啦，因为目前团队的利益都还在。这个团队它是把这个 STEPN 这个项目做一个非常长久的项目和规划的。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团队利益都还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 GMT 的代币它的分配图。项目团队它总共大概占了19%的 GMT 代币的配比。然后这19%其实是锁仓的哦，大家看一下，一直到2023年，就是明年开始才会持续的少量的释出，然后一直到2027年才会到100%的释出，到时候项目方才有办法获得比较足够的利益。然后目前项目方是基本上没有利益的大家都会问说，那不是有一些手续费或什么的吗？如果有关注到那个项目团队的话，大家都会知道，项目方把这些手续费那些收益基本上拿去买了 GMT 代币做销毁了，以稳定这个市场。所以，这还是个非常持久的项目，大家可以保持乐观吧。我目前是非常乐观啦。作为一个3灰的玩家，就其实在双胞胎活动之前，我几乎就已经把本金都拿回来了。然后运气比较好，之前甚至还命出了双胞胎。然后最后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有耐心的收看到这边，这影片非常的长。然后请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是 Jess， 大家好，我是 Jess。